好，那么台湾绿党说柯建铭有3大罪状，第一个呢屡次不当发言，第二个呢损失罢团的主体性。明明是意思就是说罢团发起，柯建铭每次都要去争功，应该持续不分区立委，不仅是辞那个什么党编招总召，连不分区立委都要辞掉绿党发文然后呢这个还有我看这是谁啊？这个卡神杨惠如挥入样杨惠如，他说呢，现在是0-31耶，如果把高虹加起来是0-32，这是惨败嘛。所以他说有祸台3人组应该要下台那哪个3人组呢？叫做柯建铭、曹兴诚、沈伯洋特别是那2个不分区的，因为曹兴诚至少还不是不分区立委啊，柯建铭跟沈伯洋，你们自己不需要选举，你们害那个区域立委都很这样子怎么办？区域立委马上要选啦所以呢，你们这3个人应该下台。不过曹兴诚没什么好笑的那主要是这2个不分区立委了。那沈伯洋就说不要找战犯了不要找战犯了那另外呢，杨惠如就写的写的还不错，树没有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战犯说不要找战犯，哈哈哈哈哈哈哈，还不错。这战犯还说我们不要找战犯了应该是别人不是战犯的说好，我们不要找战犯，战犯说不要找战犯真的是这个树，如果你把它树那一层剥掉，大概树就死了。那个离层什么，它就没有办法输送养分了。所以树要有皮嘛，人是要脸嘛那人不要脸，天下无敌真的是我不要脸的，随便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大罢免就1席都没罢，当时还说罢掉国民党十几席啊。那柯建铭脸书被血洗，当初说至少不是6席嘛，因为是要罢到6席才有意思啦。你罢不到6席，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罢掉6席，而且你选还要当选6席，这样的话你在立法院才能过半嘛。否则还有什么意义呢？你罢掉1-2席根本没有意义，但是就是要硬干这是基本的数学问题。但是他们当时很有把握因为至少有6席所以会达到这个民进党就过半数了那曹兴诚说很有意义，因为唤起的反共意识非常成功而且呢，最大的意外收获是把游盈隆这类民进党的内奸把它冲出来那游盈隆就很气我是内奸，你不要急着戴罪羔羊第一个曹兴诚伤害台湾2000万人生命共同体的感情，撕裂台湾的社会。第二个，污名化台独运动让原本温和理性的台独运动染上法西斯的色彩。第三个呢，过度消费抗中保台的诉求，以致严重弱化抗中保台的威力。这样就吵架嘛，你骂我骂你。我们看一下。坚定民主，新店加油！罢免团体失败收场，不气馁，隔天继续谢票。民进党新北党部主委苏巧慧坚定与他们战到最后一刻，但不少人把矛头指向点燃罢免烽火的党团总召柯建铭。柯总召的这个经验与资历，其实是民进党内非常非常重要的资产。那他的地位其实也是无人可以取代。党内自然不敢有人挑战柯建铭在823当天无预警现身新竹县党部，但对罢免结果低调不谈。只卡神杨惠如不满内阁要改组，柯建铭、沈伯洋让绿营整个崩盘，难道不用辞职滚蛋吗？只是同被点名的沈伯洋，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奇怪的讲法，就是说呢，这个就是蓝白的立委在这边混淆乱政，我们在这边奋勇抵抗抵抗到一半，结果你跟他讲说抵抗的人应该要离开，这不是莫名其妙？来一针。我们看得出来哈，其实民进党在上个礼拜，因为徐国勇接任这个党的秘书长之后，他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台面上的检讨声音。那823投票之后呢，就这个声音就更大了。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赖清德呢，他还是很多事情都做不好，包含像柯建铭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哈。刚刚我们那个马文君委员就说，不对啊，这些民进党的干部其实他的任期就是到8月31号啊，所以现在吴思瑶然后很多这些党团干部现在辞。没剩几天如果说这个吴思瑶他们是力挺柯建铭的话，那就应该是跟柯建铭同进退。所以吴思瑶抛出来说他要辞干事长陈培瑜，要辞这些相关的干部，说实在的，就是逼宫跟摆态希望逼这个柯建铭你就
直接离开这个党团，让我们这个民进党的党团可以走一个比较顺风顺水，然后大家改革换面，重新不一样的这个情况。但你可以看得出来，赖清德好像又未置一词，好像说，党团归党团立法院归立法院啊，那你这个党主席，我们刚才前面讲到说，他这个关税处理也不行，然后这个党内派系大罢免都失败，好像做什么都不行。那现在赖清德主席却连这个民进党党团总召柯建铭这样子的政治处理，好像也都不行。所以你看得出来，其实726到823，赖清德呢，他完完全全就被看破手脚，这个抗中保台这张牌完完全全失效。再来第二个呢，你推这个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呢，日本、美国、韩国都对赖清德政府呢不信任、不谅解。那再来，所有这些国民党立委虽然这个反恶霸非常辛苦但是呢，也重新把这个立委选区重新跑了一次，资深的更稳固了，想选市长的也更稳固了。那新的立委呢，从议员选立委，像小牛啊、巧芯啊、叶元之啊，他们这个选区那个支持度更稳固了。你看我们现在叶元之号称板东之虎，对不对？板桥东区之虎，新北市长最后一张王牌，谁能想得到他在这个短短这个上任立委1年多的时间，就完完全全站稳了脚步。再来第4个启示就是，很多小草在这个反恶霸期间投下了国民党一票。还有呢，我们后面会谈到的这个核3研议公投，这个同意票以2:1完全的碾压了不同意的这个票数，所以大家看得出来，赖清德真的就是内外失据。那连柯建铭这样的事情都处理不了的话，我奉劝赖清德，不止礼拜3你要面对这些党内的势力，我认为你真的还是要好好的思考一下，你这个党主席到底还要不要做下去了。我想大罢免我们的确是选输所以该检讨还是要检讨那当然就检讨的部分，我想我们分2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说抗中保台的议题，然后民生经济的议题。那当然提醒民进党就是说，我们应该更重视民生经济的议题那就拿就是现在很多人在讲说，民进党这个执政 GDP 其实都比以前进步很多包括超越那个现在也变成那个释小龙那但是就是说我们去感受到就是民间就是贫富差距悬殊那就是说有一些民间的人民就是说他还是觉得说，虽然 GDP 整个上涨但是呢基层的有一些没有薪资没有调涨的，或者是有一些还买不起屋的，其实还是有一些民生问题在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该检讨还是要检讨那包括就是说像我们的新青安政策购屋贷款，这个其实本来年轻人也很喜欢但是这一阵子发现说这个5年又贷很高，他后来还是还不起那这个包括科技执法，我们也蛮多人在抱怨的就说这个其实会变成说本来是要防范未然，结果变成有人在抢钱，有县市政府在抢钱，所以这些都是民生经济问题，我们该检讨要检讨但是我是觉得我们也呼吁说国民党大家一起来努力了，我不是说去检讨国民党就是说抗共保台这一个立场，事实上民进党的确也坚持这个立场没错，只是说现在就是因为人民他感受到就是说他就像那个反送中那个时候，人民感受到抗共保台那个氛围比较强烈。你看蔡英文拿那么多票，800多万票，现在人民觉得说，这个现在好像没有那么强烈，他更重视的是民生跟经济的议题，所以这次我们大罢免选输，所以我是认为说大罢免虽然失败我们要检讨但是第一个，事实上全世界唯一想吃掉台湾的国家中共，我们还是必须小心以待，有一个基本上的想法然后对民生经济议题，我们该检讨，我们该更重视，该让人民感受到，或者是减少贫富差距，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可以有很多努力的空间。刚刚提到那个什么科技执法，2亿4元都在抢钱抢很多，但是现在我每次经过那个红利，我会想说 AI 这么进步，对不对？当时我当台北市议员的时候，我是建议一定要电脑连线，可是以前是一个红灯接着一个红灯，它现在有电脑连线，但是那是很多年以前了。那不知道以前多少年，现在 AI 不进步到什么地步了？你可以用科技执法去罚人，你为什么把红绿灯用 AI 来研究呢？比如红绿灯可以看，今天如果没有多少人，红灯就走嘛。他现在红灯一下120秒、150秒，他这边浪费社会资源了，制造空气污染。我认为任何一个不管台北市长、新北市长，如果能把他的主要的这个预算用不了多少钱了，好好在红十字路搞智慧号志。
省那个钱比那个罚款有益的多嘛？台北市有推了啦，我们高雄市现在已经在做了，尤其我们那个货柜专用道出来那个市区，我们其实都就是我觉得都已经在做了。地方首长一定把这个作为优先，否则你AI 进步到这个地步，你不用在这上面干什么呢？这个抗中保台是这样，因为抗中保台有没有效还是有效。民进党还是有效，不能说它没效，只是效用递减了。对，这是它的比例递减了。但是问题是因为民进党就靠了抗中保台，就在那边坐收红利啊，30%、40%就来了，所以他就不需要很努力嘛。假如说我这样喊一句，票就来了，我要努力什么呢？他就靠这个就吃了这么多年嘛。但是实际上抗中能保台吗？假如抗中能保台，那就太简单了。其实我们不是抗中，是抗共啊。不管抗共抗中，反正你光抗是不能保的嘛，对不对？所以老百姓慢慢也觉得了，说你光抗有用吗？你光抗了半天也没用啊。所以你还要真的不管两党都要再想一想，到底什么东西两岸关系应该怎样。然后紧抱美国大腿是不是就有用？你现在一直抱美国大腿，抱着川普大腿，这川普也没对你比较好啊。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该怎么样？老百姓也看得很清楚嘛。所以到底要怎么样？台湾到底未来何去何从？我觉得大家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到底柯建铭辞不辞总召？民进党没有人逼他了哦。其实国民党真的不要管人事了，管他去干嘛随便。民进党你也不是你管他就会听你的。对呀。柯建铭说呢，罢免联署证明抗中保台大成功。哇，根本就没有觉得有没有效，还是有效的还是有效。特别我是在路上看到很多年轻女性特别有效，很多年轻女生在路上喊大罢免大成功。这么年轻漂亮的女生怎么会这样？她真的民进党洗脑他们成功，就说呢共产党很可怕，马上要打台湾了。那国民党呢是共产党比较好，所以他们是真的光那种烈日那么热，他们在路上喊等等，真的是也很辛苦了但是问题你抗中也不能保台，你抗中能保台吗？而且呢，刚刚志杰兄讲民生议题现在大家很重视，那这实际的问题嘛那所以呢，柯建铭说呢，我总召任期1年了，我会要做到明年，我哪有辞职？我不要辞职而且呢，吴思瑶这些5个干部说要辞了。其实，平常你想跟他们关系有，但是还没有柯建铭那么大。但是柯建铭慰留他们，不要辞，你们辞了我怎么办？大家都不要辞那还可以到明年才任期到那而且王义川就说，我们任期到8月31号，不8月30号不是也快了吗？对，就这礼拜就快到了嘛那另外呢，这个柯建铭坚定不辞，说现在本来就是朝小野大，难道要投降吗？所以呢，你们干嘛逼宫我呢？不辞就是不辞那林濁水说，绿营民进党对柯建铭比蓝营对孙中山、蒋介石还神圣，如此昏聩，不可能不败。就已经看出来，你柯建铭，像刚凤馨讲的，很多时候本来政党就是协商嘛，在立法院嘛。国民党提一个预算案出来，我要删这么多，那民进党应该提出对案，所以你不用删那么多本来就应该这样，那你通通不提，然后存心就是说到时候会讲，责任都怪国民党乱删预算，我把你罢免掉，没有这样子搞的本来就政党协商是很正常的，不协商发言引题讲半个钟头1个钟头，让你们根本没办法讨论，好吧？吴思瑶说，我现在都不敢接柯建铭的电话，说为什么？因为柯建铭要慰留他，他说一定会找到比我更好的人平常心说吴思瑶运气很好。如果不是那个什么张克进当时辞掉领衔人这次726他就被罢掉了在北投市你一定把他罢掉那只是因为领衔人跑了那领衔为什么跑呢？听说有各种压力了柯建铭到底该不该下台？苏巧慧说，柯建铭是民进党重要资产他的地位是无人可取代的，不要辞，继续干，万年总召继续干苏巧慧讲真棒那另外呢，这个自由时报说柯建铭不退，吴思瑶请辞。所以党内是拱苏巧慧接吴思瑶的棒，来稳住阵脚那段宜康就说，什么叫不可取代没有哪个人可以说自己无可取代这才是内部民主怎么有说自己不可取代的呢？我觉得李文忠真的不错了，李文忠常常讲一些话忠言逆耳李文忠说，民进党面对少数执政，你就是少数嘛，对不对？所以呢，你第一个你这个去给
这个在野党戴帽子，尤其是司法滥压在野党。他就说好，柯建铭这个柯文哲可能有他的这个好吧，你要起诉他，你有你的理由嘛，哦，然后呢，你国民党那些党工把他压起来，搜索啦，什么这个甚至羁押啦等等啊，等等有的交保了等等，这个已经司法是不是已经滥压了？对于柯文哲也好，对于国民党这些党啊，已经过头了嘛。哦，你用柯文哲一个什么不谁不在那个小什么不在哦，然后就可以这样关11个月哦，然后呢，国民党也是这样关人家，是不是已经过头了？其实这次民进党大罢免会输，这个也是原因之一。老百姓看得很清楚，你可以这样子搞吗？可以这样干吗？我们看一下。觉得该放手的时候，我们都应当让新血来注入党团。明确表态不续任党团干部，吴思瑶的干事长任期到本会期结束。昨天总召也打了很多通电话给我，但我不敢接，很尴尬的问题。反正我会到8月底，是这段时间先把眼前的工作做好。什么问题这么尴尬？原来是吴思瑶和书记长陈培瑜前一天同时宣布辞干部，接着副干事长林楚英、副书记长林月琴、郭玉琴跟进表态，但全部人都被柯总召未留。干部今年辞职，您会有被逼宫的压力吗？刚才已经讲很清楚，谢谢指教。每个会期都会有干部重新注入新血的讨论。如果每个会期这个理所当然的人事的进行的作业都要被贴上这是什么逼宫，这是什么逼谁，我觉得这也实在太没有必要了。大家可以看见有更多比我资深、比我优秀的委员足以担任这个职务，所以我想我是这样跟总召说的啦，就是回到我的办公室里面做原本政策跟政治的工作讨论，我还是不会停止。要辞的人心意已决，被解读党团要逼宫柯建铭也辞总召，只是他继续喊大罢免大成功，强调总召任期是1年制，要做到明年结束。而我的任期本来就到8月31号，因为9月开始党团就会大家来推举新的这个干部。大罢免结束之后，您觉得柯总召应该要辞掉？只要辞的人不觉得尴尬，尴尬的恐怕就剩别人。辛苦了，思瑶真的非常没有，我们都很辛苦。来，明显，李文忠讲了，当然肺腑之言啊，可是现在扮演逆风的乌鸦，我认为赖清德不会听得进去嘛。民进党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不是人事而已啦，而是路线问题啦。所以刚刚许志杰委员一直在攻抗中保台，不论是抗中或抗共，好，就跟那个他们的神主牌飞鹤家园一样啊，这条也要讲假老固啊，包括小丽媛老师也讲说，10年的红利已经过啦，就是这样。好，我们的对外的贸易顺差2大国就是中国大陆跟美国，美国大概730几亿，中国大陆大概也接近700亿。好。美国因为关税的问题，还有经过相关的谈判，如果假设台积电整个被他拿走的话，整个所有的包括相关的供应链整个都拿过去的话，未来还有700亿可以有贸易逆差吗？没嘛，700亿如果慢慢降下来，如果包括高关税下来的话，700亿被压缩了，美国加不上谈了，中国大陆这里也没了，你们因为抗中，连700亿也没了，两边我们贸易顺差国全部没了，台湾剩什么？被榨干了，我们真的就像柠檬一样这次还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境所以赖政府还死抱着抗中保台，还死抱着等一下我们要讨论的飞鹤家园这2个神主牌，是真的会害到台湾那你说民进党现在真的有在检讨？老讲，我觉得都有一点在马后炮了。当初在726大罢免之前，好，刚有提到严觉安袁老师跳出来敢讲真话，之前还有王世坚敢讲真话，说大罢免就大撕裂。可是曾几何时，你看到726之前，青鸟是围剿所有的人的出来拍照自拍都被围剿民党内有人敢讲真话吗？并没有嘛。所以现在检讨，老讲，我觉得都有点为了个人了。政治人物在选票面前可以谦卑，要选县市长的人敢出来讲检讨，包括许志杰委员，可能大概也有至于大位，所以他讲检讨嘛。还有邱意莹邱意莹之前去马政府执政的时候，踹破法务部长的大门，琼州现在还讲说要检讨路线，林进宪也说要检讨路线，所以这些人在选票面前都谦卑了，可是谦卑的时间真的太晚了。我还是期待，我给王世坚1票，期待王世坚在礼拜3可以正常发挥一下。其实我们看了那么多像包括我一直没有办法想象说为什么
柯建铭一定要在这个位置，而且没有人敢动他啊，让我想到之前陈信宇讲过的话，就是他是不是有太多，因为他一直以来他掌握太多的资源啊，还有很多因为立法院还是很多人可能要拜托他请托的，所以这么久以来没有办法撼动他，包括他现在讲话人家真的听不清楚，那你去协商的时候，大家又耗费很多的时间。那现在又常常讲错话，或者讲会伤害到他们自己党的话，所以我们一直不知道说为什么没有办法让他下来，然后他自己也一直不愿意下来，这真的在比脸皮厚的。所以现在我们还是希望其实可以好好的沟通啦。来，顾姐，我觉得很多人都点名柯建铭，可是其实我觉得问题不出在柯建铭，我觉得问题出在赖清德，因为呢，这次最常被点名说在大罢免大失败的过程当中推波助澜，然后从一开始的时候就不断的以罢免作为他们夺权工具的，其实就是柯建铭、沈伯洋跟王义川这3个人，哪一个不是不分区呢？如果是不分区呢，就是政党提名。只要政党取消了他们的资格，他们就不是不分区立委了。那谁是党主席？赖清德是党主席啊，赖清德可以轻易的解决，他不用取消他们的资格，但他可以把他请来官邸，好好的小以大义，告诉他们说，我们现在朝野和谐最重要，所以我们不要再采取对抗的一个态度了。整个情势就出现了改变。可是赖清德从头到尾没有处理柯建铭、沈伯洋跟王义川，所以当然也是赖清德的问题。这一次的投票，来说什么青鸟飞出来嘛？对啊，那也是赖清德点答。那么这一次的投票，其实我在726之前我就说一定2席以内，对不对？好，那时候就说其实要过25%的门槛，没有几个选区。我有我的指标，我用的是赖清德他的得票数占选举人的比例，然后去看，结果。首先，第一个，这一次让我比较意外的是，赖清德的催票率，他已经在中常会公开的说，这次由我们民进党来催票。结果这一次的7席当中，赖清德自己的催票率降到只有70%以内。他在7月26号的时候，他的催票率到90%哦。就去年投票给赖清德的90%以上的人都出来投票赞成罢免，可是这一次只有70%，甚至有的更低。但我真正意外的是什么？大家都说这一次的不同意票是同意票的2倍，你知道为什么是2倍？因为我本来有点担心，我觉得经过了7月26号，然后呢，这个整个投票已经是24-0、25-0了，加上高虹安的是25-0了。这一次可能大家都觉得是7-0，投票率一定会低，松懈然后呢，蓝营支持者呢，过去的惯例就是一下呢就会觉得说，反正赢定了，也不用出来投票，何必锦上添花呢？这个是在过去国民党的支持者最常见的一个状况。坦白说，这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其实在选前、投票前也没有大力催票啊。结果出来的投票的这个数字，我很惊讶，因为不同意票占总选举人数，通通超过3%，3%1到3%3，其实非常高，跟上次一模一样哦，一模一样哦。我不认为这是任何政党或者任何立法委员催得出来的票，其实这些票是赖清德催出来的。就是讨厌赖清德，才催出了这些。我明明知道，我投了这一票只是锦上添花，但是我的目的就是要教训赖清德。那各位要问一下，为什么赖清德已经引发了这么大的一个愤怒，就是那么强的意愿要出来投票？大热天晒着太阳走一段路，然后投票区还跟自己有的时候还不太一样，那一定要去投这一票呢？我这边就要提一下，民进党抗中，这个是他一贯没错。抗中他们之前打的旗号叫做保台，但是抗中我本来就认为保不了台。可是呢，现在的情况是你为了抗中，所以你紧抱美国大腿，而川普的个性他其实看不起台湾的，整个川普内阁没有一个亲台的，所以你现在紧抱着川普的大腿，那么川普还对你非常的厌恶，然后呢拼命加速的掏空台湾。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为了抗中紧抱美国大腿，然后协助美国快速的掏空台湾。所以你为了抗中去抱美国大腿，最后再卖台，我觉得这是民众已经看到的现在进行式。基本上我比较其实
这个罢免啊，成啊败啊，这个当然看得原来就预料得到了，因为这7个包括马文君7个都搞到第2阶段了，就表示第1阶段的联署不够嘛，所以才拖到第2阶段。那726都已经选举这样823，怎么可能赢呢？那我只是想说，比如曹新成就很机灵啊，726他要跑了，他说我不管了。那赖清德本来可以就顺水推舟嘛，因为原来民进党一直不承认是他们发起，都是人民团体嘛。那既然人民团的头都跑了，那我就顺水推舟。那好了，那既然他人民团体都跑了，我是他们的这个敲锣打鼓，那就不要了嘛。但他还要继续搞啊，还指派那个新的那个什么何伯文那个代秘书长，对不对？一半用在救灾，一半用在罢免。那你干嘛呢？这个我只是担心了，就是这是赖清德的判断跟他的个性。假如一个总统是这样的判断力、这样的个性，那不是罢免这个问题，两岸将来怎么处理啊？经济怎么处理啊？民生怎么处理啊？如果你的个性是这样，对不对？然后你的见识、你的布局又是这样，判断力又是这样，那这很麻烦的啊，对不对？那将来很多事情都很麻烦，不是只有这件事而已啊。你其他事情怎么样？需要再回来。好，这是公投啊，民众党发起这个重启核三，就是核三研议的公投了啊。虽然没有通过，哦，不过呢，同意有74.1%，就投票的人有4341432票，其实只差你说500减600，只差66万。其实，在这样情况，公投不绑大选，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哦，又没有其他的选举，除了那7个地方哦。那不同意只有25.83，151万票，所以你看434比150万几乎是3倍了哦。那虽然没有过门槛，但是我重视几个地方，屏东县，因为核三在屏东嘛，屏东县支持的是57，反对的是42，所以支持虽然核三的区，尤其是2个里，核三厂在的2个里，同意都比大于不同意。哦，那我们再看这个新北哦，因为新北那边有核1、核2、核4啊。新北是74比上26，那个差别很大。好，那我们看民进党执政的地方，台南市是66比26，对不起，66比33，也是1倍，那高雄市64比35，也将近1倍，哦。然后呢，这个嘉义县民进党执政72比27，跟其他国民党执政县市几乎差不多啊。很多地方国民党也就是因为台北市也就是76比24嘛，哦，所以就算民进党执政的地方同意，基本上都远大于不同意哦。所以这个是虽然说因为门槛很高了哦，没有通过。那之前本来国民党是很怕公投的哦，但是呢，民进党当时要公投，当时就说公投要绑大选，因为民进党也知道公投不绑大选就很难嘛，光为了个公投去投票。绑了大选后，发觉呢，结果对民进党不见有益，他又公投不要大选，非要把它这个分开不可哦。那另外呢，恒春南湾里跟大光里，这是核三所在地了，也是同一票大赢，不同意票哦。那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哦，这个车城乡、牡丹乡、满洲乡、恒春镇哦，也都是同意大于不同意，所以屏东。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苏清泉讲，这就是民意的展现嘛。哦，那你还要怎样呢？哦，那我们看上一次2021年的时候，核四要不要商转？那时候同意47.1，380万票，不同意是52%，426万哦。不同意核四商转是大于同意哦。你不信你现在在做民调看看，哦，就完全不一样。不，本来这也正常，因为当时以前是因为福岛事件什么，大家很害怕。美国、法国、瑞士都转弯了，全世界都转弯了。它这个世界潮流，我常常讲说，你要跟世界潮流相对抗，你一定被滚滚潮流吞没嘛。你一定要顺着潮流嘛，本来就是这样子嘛。哦，所以你看2021跟2025，对不对？就差这么多。哦，当时同意只有41，现在同意是74，差这么多，也不过4年的时间，就有很大的差别哈。那赖清德说，虽然没有通过门槛，台电还是要启动旧的核电的安检哦。如果技术更安全，核废料更少，也不排除先进的核能。讲了半天，你现在核1、核2、核3、核4要怎样嘛？对不对？本来就应该去检查嘛，你原来都不检查，哦，不检查。
那黄国昌说呢，因为民进党有说了，说你核三没通过，你看花了10亿办这个公投，那大恶霸一事无成才是浪费公帑，这是黄国昌的讲法哈。黄国昌说下个学期会期要修公投法，要打破鸟笼公投哦。来，基凯。这次在整个核三严厉公投推动过程里面，有听到非常多感动的哈，有民众会拉着你的手讲，哦，钱歹赚，电真贵，吼是讲委员唔好去叫云豹吼，叫遐绿油油，遐光电业者哈，假巴巴，啊，人民在叫你赶快。那后来投票出来，虽然差了66万票没有过，可是这一次老讲是向前跨了非常重要的一大步，因为大家看得出来。变成75比26，哎，75比25了，等于是3比1哦。之前2018年我们通过那个以核养绿的时候，那时候整个国内那个气氛是怎么样？6比4，虽然有过哦，以核养绿那一年是有过的，可是这只有大概600万票比这个400万票左右，6比4。现在我们就算没过，可是我们就跨了一大步了，我们多出了15%出来了。我觉得这是台湾非常非常进步的，而且我刚刚讲的，一路上你在跟民众在这个互动里面，他会跟你讲说，哎，委员。哎，那个核电厂，哎，快点掉你整个发电那么充裕啊！我们现在需要电啊！啊，强啊，今晚的停电没电。他说光是一个核三厂，他们很多民众都知道，光是一个核三厂就可以供应我们10%里面是100%里面的6%的电，是150度电呢，比所有现在什么光电板，全台湾现在铺满了光电板，山野光电板、海野光电板、农地上面光电板、志宏子上面光电板。整个发电量还没有一个核三厂来得多，他们就说你赶快去把个核三厂通过，我们站出来这一票，我们可以去把这个电把它抢回来，150的电6%的电可以抢回来，然后一个核三厂可能是大家包括赵大哥我们都一直在讲，一个核三厂1年可以赚300亿啊，你说对啊，水银鬼啊，我们就300亿度电也可以回来。好，然后又是低碳的，所以我们不要用非发电火力全开。就是这段时间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公民运动。我觉得全民现在是对于这个整个核电的这个应用，基本上算是往前跨了一大步。然后全世界也是这样啊，你很清楚看得到。现在日本，你看现在日本已经有13座的核电厂，现在都已经重启了。以前福岛这个发生灾难的时候，他们现在不只是重启哦，他们现在把40年的大部分都延长，可以用到60年了。美国现在有94座的核电厂已经开了，川普现在讲。到了2050年，它要增加变成4倍。现在全世界都返回核能，包括那个美国发生三里岛那个核灾的那个地方，现在微软啊跟他签呢。现在那个整个核电厂都已经重启了，所以日本也在重启，美国也在重启，全世界在返回核能的时候，只有台湾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虽然没有过，可是全民的这个意志已经展现了。那前天我们注意到赖清德公三秘，他说启动旧的核电的安检，老实讲，民意已经展现了。现在看赖清德。一念之间嘛，现在核安会跟台电就一定要进去检查核三厂这整个这个安全的。检查完之后，如果照美国跟日本这个速度，以前都要5年6年才可以整个重启，对不对？那事实上现在从美国跟日本大概2年左右就可以，而且我们已经统计过了，他们做快1年半就可以。因为去年他做过整体的这个大体检跟整修嘛，它是非常安全的，所以大概2年如果完整以后安全2年可以用，而且它1年如果它重启大概只要300亿，我们刚刚讲过了，1年赚300亿啊，很合算啊。用300亿，然后隔1年就可以赚回来，以后再赚更多的钱了。我相信我们今天已经跨出了一大步，我们是历史性的一刻。虽然没有过这个门槛，不过老实讲，现在说民进党一念之间，如果赖清德稍微转变一下，迎合世界的潮流，我觉得核三厂很快就可以重新启动。不止核三了，核1、核2都应该安检了，都应该检查了。来，志雄，我想其实民众党如果说眼光远一点哈，其实2018年我应该是第一个讲出2035非核家园的。那个时候，其实我曾经讲过，就是核23研议，那2035非核家园可以达到非核家园稳定供电、减少空污，同时3个条件可以具备。你真的没听到民众党任何人在讲？你现在核三厂这是过了一个，不是安检过可以。你听我讲完嘛？我说那个规定，应该还没，就是你们就是黄国昌等，你们也没有人去讲这种事了哈。也就是你今天如果那个时候你认为有道理，其实正常我们的那核管法的规定嘛，就是5年之前提出来嘛。啊，如果那个时候提出来，其实大家可能就有机会解套。所以你讲今嘛拢已经停啊，较早是延役，今嘛停啊是叫重启。重启跟延役又不一样，当然要更耗费很大的力气啦。所以这个你们其实可以早提，你们也不提。好，那再来就是说我补充一下，民党都有提了，是民进党坚持要把它提。你拢无，我迄阵你拢无讲啦。再来就是说我再补充一下，其实刚刚讲到川普掏空台湾，我要补充一下，其实它是36兆美元的负债，它不是只是
想要赚台湾的钱，他要赚全世界的钱啊，所以就是说，我是觉得说将来台湾跟川普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关税其实慢慢的可以趋近了哈，能够争取最好。我再补充一点哈，两岸关系我觉得明年会更好啦，啊，因为10月4中选举之后，中国如果从经济改革再走回来那个路线，其实中国往经济好一点的路线走，我们不会闹得现在这么僵，好不好？公投我们看看相关新闻了。全国有超过70%的乡亲并没有出来投票，显示大家对这样的公投案是抱着非常不信任的态度。核三公投没过，屏东县长周春米酸蓝白选前说70%民众支持是鬼扯，但这论述真代表民众不支持吗？毕竟观察核三厂所在的恒春，虽然投票率27.33%，但同意大于不同意，且离核三最近的南湾里和大光里也都是同意胜出。恒春4个乡镇投出来的票，同意核三延役的比不同意的几乎是2比1。公投结果让蓝营认为南部绿营铁票仓松动，因为屏东投票率31%，高雄27%，台南26%，嘉义23%，4个绿营执政的县市都同意核三延役，不认为铁票生锈。毕竟总统也是直到13号才正式表态，而邱意莹的这番话是否也说到总统的内心？因为总统上任后一直被认为有意推翻非核家园。对于公投的结果，我们应该虚心检讨，甚至于我觉得我们的能源政策是不是也要来一个彻底的总检讨？但要如何说服反核支持者，想必党内是一番拉锯。不，包括屏东县长啊，还有民进党一些大官啊、立委都讲我就听不懂那个逻辑哈。你这个台大机械系的高材生，给他们逻辑数学补一下。他说因为70%人没去投票，表示70%人没有支持核三延役。那70%人没有投票，为什么不说70%人没有支持核三不延役呢？我们应该客观一点讲，70%的人持保留态度。对的，就说支不支持核三役，跟这去不去投票是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的，没有必然因果关系。那如果这个逻辑是通的哈，赖清德在去年1月10号总统选举拿多少票呢？我给他算了一下，5586019票。台湾在去年1月10号合格选民多少呢？1,9548551。那我用1954万减掉赖清德得的558万，那台湾有1396，1400人反对赖清德，你可以这样想吗？不是那个对了，我懂嘛？但是如果我是按照他的逻辑，不止周春米啊，民进党好几个人都这样说，表示70%人没去啊，没去不支持啊。如果说强烈支持的话，就会去投了；那强烈不支持也会去投啊。所以这个无聊嘛，就说既然民意展现这样，你民进党就听一听哦，然后呢，看看要怎么样作为事实上参考，一定要去凹说啊，这么多人没去投，70%就是70%人不支持，那我就问你嘛，台湾有1400人不支持赖清德。可以这样讲吗？继续再回来。好，今天联合报、中国时报头版都是说卢秀燕不参选党主席啊。那因为朱立伦这个823完了，就说他要交棒，要交给卢秀燕。那卢秀燕呢，隔了一天到昨天反映就是他不参选党主席，而且他们还加了一个党主席不应该由任何人指定了，就是国民党是个民主政党嘛哈。那另外呢，这个卢秀燕是说不必坐在主席的位置上，也可以帮助这个台湾的经济，尤其台中那边，因为台中像文娟已经知道，怎么手工具啊、工具母鸡啊，什么一大堆工具很多，所以呢，他认为说呢，台中那边的经济不好的，所以他不要离开而且他在台中那边等于是服务了30年嘛，他要坚守台中，所以他说我要坚守岗位那而且呢说不应该钦定了，因为朱立伦点名他嘛，所以就说不宜钦定参选了那所以呢，但朱立伦说他不放弃，会继续劝进卢秀燕那林涛是说登记好像9月4号截止，9月1号开始，4号截止开始领表，所以呢还有时间，所以可以讨论那王宏威就说呢，大人们应该协调，不要让党内的焦虑了不会让党内焦虑的人选，所以你们应该协调出一个人选来了
那张善政跟李乾龙都是劝进卢秀燕，说还是应该你来做了哈。那侯友宜就说尊重，但也被问到你要不要选呢？那侯友宜就说我没有考虑过要参选啊。那另外呢，这个联合报也说卢秀燕不选，2028的时候会不会后悔了哈？说妈妈要留在家里，我们看一下。我无法参选国民党的党主席。就是不选党主席，唐市长卢秀燕态度很坚定，却让要交棒的国民党女朱立伦陷入两难处境。国民党曾经有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就叫做马王之争，千万不要再有类似的情形出现。搬出前车之鉴，内部分裂能免则免，因为据悉朱立伦事前早已得知卢秀燕无意愿，仍公开要她参选。支持妈妈市长稳住台中，大家要团结分工，一起救党、救国、救台湾。而历届的大选也都证明，台中赢，台湾就赢。但在卢秀燕选择镇守台中之后，蓝营党主席该选仿佛进入战国时代。除了曾丽文表态，苏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前彰化县长卓博源、中常委孙建平都表达参选意愿。至于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嘉义市长黄敏惠与现任副主席连胜文，通通被点名，乃至于新北市长侯友宜，从头到尾，我个人都没有考虑。我尊重也理解朱主席跟卢市长的一个决定，要透过公平竞争来产生的主席候选人，我们都会支持，团结为最重要，期盼全党团结。但在大罢免期间，因莱尔校长表现大获好评的蓝营文宣团队，却率先发难。其中新媒体主任韦纯佑就说，很感谢朱立伦主席总是对策略与创意给予自由空间。在完成这次的阶段性任务后，团队中一些成员会转换到新的战斗位置，意味着可能随朱立伦而去。我们国民党的青年军都是朱主席上任的时候，朱主席所带来的团队。朱主席卸任后，因为我们都是跟着他一起来的这个团队，那当然一定是跟主席同进退。朱团队要同进退，是给新任主席发挥空间，还是为自己预留叫板机会？党内各自见解。来，这个对朱立伦非常了解的凤馨到底怎样？我认为我这样看这个态势，朱立伦想要走人，是真心真意的想要走人。他其实是罢免726、823，算是这是一次算是赢了，对他来说就是一次很好的下台。那这个下台也会让他过去所做的这所有的奉献，至少留下一个比较完美的句点。我认为他真心这样想。那我其实对于卢秀燕不愿意接这件事情，我非常的失望。这个失望的程度就跟2015年的时候，朱立伦对于要不要接国民党党主席、要不要选这个国民党的总统这件事情扭扭捏捏，然后这个前后，然后反反复复，伤了他自己，其实也伤了国民党。我觉得其实是一样的失望。就那时候我对朱立伦的失望，跟我现在对卢秀燕的失望是同等级的。那我自己观察因为我前一阵子看了很多就是领导人的这一些自传啊等等的，其实我非常受梅克尔的自传的影响，因为你知道梅克尔看起来就是一个这种平平凡凡的好像家庭主妇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可是呢他在关键的时候他有2次重大的决定，一次当然就是点名那他的导师那违反了这个所有的这些价值，所以呢他点名批判他的导师，算是政治叛变是政治叛变可是呢他认为非这么做不可，因为那是大是大非的问题。还有一次呢，就是他认为他必须要拥有一个足够强大的职位，然后他才能够发挥他的领导力，所以他去做党团的这个负责人，挤下的就是现任的总理 Merz， 他挤下了他。可是他平常不出动，可是当他出动的时候，就是那一个大抉择的时候，我在那一刻我其实感受到，就是说我们一般在看市长这样子的这种候选这种市长他的思维逻辑是一般的政治人物的思维，可是当你要挑战大位的时候，你的思维必须要跳一大级，那你必须要敢于冲撞。那么人的一生当中，在政治人物你要能够做到那个大位，你必须要有那个冲撞的决心，只会给你一次机会。我认为我真心的像联合报一样，我觉得2028年他会后悔，因为他没有在国民党最需要他的时候当仁不让，这对他来说是极大的损失。我觉得这个从正反两面看刚刚凤馨提到就是说朱立伦是真心想退，但朱立伦我们会觉得他如果是从另外一面不见得是了反正我就故意讲说我要给卢秀燕嘛，卢秀燕不要嘛，最后还是我来当嘛。好，那有没有可能？那卢秀燕其实我就说，你从正面跟反面来看，那正面说我不想选，
当然就是国民党现在这么多啦，就是说，要不然就让张亚中来当嘛，那如果说到最后是众星拱月说那大家都推他其他人不选，有没有这种可能？就卢秀燕来接，这是另外一种可能。不过朱立伦在这次726、823算是立了战功了，说实话来，一正。朱立伦担任了2次党主席那到现在726跟823其实也是某一种的高光时刻。就像凤馨姐讲的，其实国民党这几年经历风风雨雨，那朱立伦担任党主席呢，你经历了2014的这个总统非常艰困的时局，再到2018年我们的执政县市非常非常多2次大胜这样，然后还有到这个参选总统，那再到2022，再到2024尽管我们总统没有赢，但是国民党重返国会的第1大党。那到现在726、823手下每一席的国民党立委，我认为这样子的确是不能再漂亮。那国民党现在有多艰困？主席这个位置的确是这个有功无赏，打破要赔。那所以我认为这个主席呢，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那卢妈妈呢，我相信就是尊重她的决定。我自己也是个妈妈，所以其实妈妈也不只是可以留在家，也可以是出来不管在议会或在国政上奉献。其实还是要给朱立伦肯定与掌声毕竟带领国民党打赢了2次的反罢免。不过要面对新的主席，要面对蓝白合的整合，还有包括明年的县长选举，甚至要提名。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这是因为罢免很多党工还在积压当中，新的党主席要努力帮这些党工，包括官司后续要处理好，任务真的很繁重，谁能接还需要有一个共识。整合协调对国民党现阶段来说非常重要。那我们其实还是要谢谢民进党，让我们这一次这个罢免的机会，让国民党党团有史以来是最团结的。我们希望这个精神也可以在党中央发挥出来，找一个适